地球上多了一条东西，它横在大西洋上，从非洲西岸一直铺到墨西哥湾附近，高峰期的跨度接近9000公里。最近一次公布的估算里，它的总量大约有3700-800万吨。密的地方，从太空往下看是能直接看见的。可最奇怪的一点在这儿，15年前这条东西还根本不存在，不是比现在小，是根本没有。那它到底是怎么冒出来的呢？如果它继续长大，又会发生什么？你好，地球人，我是拆解天象密码。咱们先看看这条东西到底有多夸张。它的起点在非洲西岸的外海，从那里出发，一路横穿整个热带大西洋，越过南美北边的海岸，进入加勒比海，最远一直影响到墨西哥湾附近，整个跨度接近9000公里。这是什么概念呢？差不多相当于从中国东部一路拉到欧洲西边，中间基本不带断的。而且要注意，9000公里说的是高峰期的跨度，不是它一年到头的长度。这条带子有自己的节奏，它一般在春天开始变浓，夏天前后达到最盛，入冬以后散掉一部分。可散掉不等于消失，第二年春天它会再回来，很多年份还比上一年更浓。所以它不是一次事件，是一个每年都要重来一遍的过程。而且它也不是卫星照片上一条细细的线，从低空往下看，它是一条一条褐色的絮，被水流拉得很长，一段挨着一段，中间夹着蓝色的缝。风大的时候，这些絮被搓成更细的长条，风一停，它们又并到一起，铺成一片。卫星看它，靠的不是眼睛，而是它反射阳光的方式。活得早和干净的海水，在某些波段上差别很明显，一片一片的斑块因此被认出来。研究人员就是用这种办法，一年一年的给它称重，也一个月一个月的盯着它变浓变淡。这套盯梢已经做了10几年，从它第一次出现那年一直做到现在，中间没断过。最近一次公布的数字是在2025年5月，大约3700多万吨到3800万吨之间，这是自2011年有卫星记录以来的最高值。在那之前的记录是2022年6月，大约2200万吨。到了2026年6月，又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第二高，其中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一带还刷出了区域性的新高。这里得说清楚，这些数字都是某一个月的峰值，不是全年的常态。不同的团队用不同的算法，得数也会差一些。可就算把这些差别都算进去，这个量级也已经很不寻常了。要知道，这是飘在水面上的活着的东西，不是海底的沉积，也不是人造的垃圾，它就是一团一团的藻，靠着水面上的阳光和水里的养分长出来的。它没有骨头，没有壳，一捞就散，可它的总重就是这么多。可真正奇怪的还不是它有多大，你把卫星照片往前倒15年，这条东西不是变小了，是根本看不到。2010年以前的热带大西洋，在卫星眼里是干净的，同样的海区，同样的季节，同样的算法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这不是一个东西慢慢变多的故事，这是一个东西凭空冒出来的故事。在地球上，一样东西从几乎没有长到能从太空认出来，只用了10几年，这样的事并不多。事情大约是从2011年开始不对劲的。那一年，加勒比海一带的海岸上突然冲上来大量褐色的东西，一开始几乎没有人当回事，海边飘来一些海藻，这有什么奇怪的呢？清一清，晒一晒，过几天风向一变，也就散了。结果第2年它又来了，而且来得比上一年早。第3年范围更大，原先只有几段海滩中招，后来连成了片。再往后，有些海滩已经不是飘来一点海藻这么简单了，而是一夜之间，整片岸边被厚厚的盖住。早上出门的人会发现，昨天还是白沙的地方，今天变成了一层褐色的垫子，踩上去是软的，往下挖，挖到的还是它。有的地方堆起来能到膝盖，太阳一晒，水分走掉，味道就上来了。近岸的水也跟着变色，从清到浊，从蓝到褐。清运的车来了一趟又一趟，车斗装满，压得很低。可第2天早上，海面上又推来新的一层。当地人一开始以为这只是某个季节的怪事，后来才发现，它每年来得更早，走得更晚。以前是几天，后来是几周，再后来，一整个夏天都在跟它耗。有些靠海的小镇，一年里最要紧的那几个月，正好和它撞在一起。到这个时候，事情已经不是清洁工能解决的了。等到有人把卫星图往整个大西洋上一铺，画面就更清楚了。这不是某个海滩运气不好，而是一条新的巨大的藻带正在成型。它从非洲一直连到美洲，中间几乎不断。罪魁祸首是马尾藻。你可能会想，是不是哪里冒出来一个新物种？恰恰相反，人类认识它已经好几百年了。大西洋上甚至有一片非常有名的海，名字就叫马尾藻海。这个名字不是最近才起的，是几百年前的航海时代就留下来的。那问题就更怪了，一个在海上漂了几百万年的东西，一个连名字都被写进地图的东西，为什么偏偏在最近10几年突然失控？要弄明白这件事，
咱们得先回他原来的老家看一眼。马尾藻和常见的海带不太一样，海带要扎根，要贴着岩石长，一辈子固定在一个地方，潮水退了它就露出来。马尾藻里有几种是漂的，它不往海底扎根，一生都可以浮在海面上，因为它身上长着很多小气囊，看上去有点像一串串小葡萄。这些气囊把整株拖在水面上，风往哪儿吹，洋流往哪儿走，它就往哪儿飘。它没有方向，也没有目的地，它只是跟着水走，水一停下来，它也就停下来。更麻烦的是它变多的方式。这类漂浮的马尾藻，很大程度上靠断裂就能扩张，断了就断了，断成2节，2节各自继续长，被浪打碎成10几块，就是10几个新的起点。所以对他来说，被撕碎往往不等于减少。一场大风过后，海面上看着乱了，量却不一定少。这也是为什么靠打捞去对付它，效果常常很有限。捞走的是眼前这一片，剩下的碎块还在水里，条件一到又能长回来。而马尾藻海本身是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它没有真正的海岸线，围着它的不是陆地，而是一圈巨大的洋流。北大西洋的几股洋流首尾相接，转出一个巨大的环，海水常年绕着圈走，飘在里面的东西也就跟着一起绕，绕上几十年也绕不出去。这片海的面积大得离谱，横竖都是几千公里，可它在地图上没有一条实线。这片海不是被岸围出来的，是被水自己围出来的。它的边界会动，会呼吸，会随着季节往前挪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可里面的东西照样出不来。那片海的水特别清，特别蓝，能见度高的不像话，因为里面能吃的东西本来就少，水里没什么悬浮物，光可以一直往下扎。可就是在这么一片空荡荡的海上，一团团马尾藻本身成了小小的岛，小鱼在下面躲着，小虾在里面爬，海龟路过就靠一靠，累了还能趴上去晒晒背。有的小东西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那一团藻，藻飘到哪儿它就跟到哪儿，一块藻就是一个小社区。几百年来，这些小社区在同一片海里绕圈，谁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。500多年前，第一批横渡大西洋的欧洲船队闯进这片海，他们看到海面上到处都是这种褐色的东西，风又小，船走得慢，于是开始担心船会不会被缠住，会不会困死在这片没有岸的海里。船最后当然没被困住，可被困住的是马尾藻。几百年下来，他们大部分就一直待在那一带，安安静静，没闹出过什么大事。变化发生在2009年到2010年前后，那2年，北大西洋上空的气压格局出现了一次很异常的摆动。说的直白点，北边和南边的气压本来像跷跷板一样，一头高一头低，此起彼伏。那2年，这个跷跷板敲到了很少见的位置，气压一变，风就跟着变，风一变，表层的水也跟着变。原本在老家绕圈的一部分马尾藻，被硬生生推出了那个圈。他们顺着改变了的风河流，一路往南，往东南飘，到了低纬度，赤道附近的洋流又接了一棒，把他们从东往西送，一路送到南美北边的外海，再送进加勒比。这条路线不是有人亲眼盯着看出来的，是后来把卫星影像一年一年往回放，才一段一段拼出来的。先是老家的量少了一块，接着低纬度的海面上冒出零星的斑，再接着这些斑连成线，线又长成带。这条从非洲连到美洲的带子，后来也有了自己的名字，叫大西洋马尾藻大带。可它实在太年轻了，2011年才第一次被完整的认出来。在那之前的所有海图上，这个位置什么都没有。按常理说，故事到这儿就该结束了。离开熟悉的水，多半是要慢慢死掉的。恰恰相反，他们到了一个比老家更舒服的地方，那里的水面更宽，全年阳光都足，一年到头没有真正的冬天，白天长，光照强，水温也正合适，不冷不热。最重要的是，那里的营养更多，而这些营养是从哪儿来的？可能和人类多少有点关系。先说说以前是什么样。大洋中央的水看起来特别蓝，特别干净，很多人以为那就是最好的海。可对大部分生物来说，那地方有个大问题，营养太少，氮少，磷少，能吃的东西少。这种海在研究里有个不客气的说法，叫海洋沙漠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表层的水被晒热了，热水轻，冷水重，上下分成2层，中间像隔了一层盖子，深处的营养上不来，表层用完了也补不上，所以哪怕阳光再足，马尾藻也长不到今天这么夸张。它有光，但是没饭。可过去几十年，情况变了，农业的化肥，牲畜的粪水，城市的污水，被翻动过的土壤，各种含氮含磷的东西顺着水路一层一层往下走，最后进入海洋。亚马逊河、奥里诺科河、刚果河、尼日尔河，这些巨大的河流就像一根根输送管道，把陆地上多出来的营养灌进大西洋。有的河口，淡水带着泥沙推出去很远，在海面上摊成一大片，颜色都和周围不一样。这片水清，浮在上层，能顺着洋流走出去好几百公里。它走到哪里，
就把带来的东西撒到哪里。有研究人员发现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马尾藻组织里的氮含量明显上升，氮和磷的比例也变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些年长出来的藻和几十年前的藻，身体里的成分已经不一样了。在支持这个思路的研究者看来，这就是陆地在给大洋加料的直接痕迹。可这件事到今天并没有定论。有一派研究认为，主角是陆地上留下来的营养；另一派研究不这么看。2025年发表的一项模型研究，把整个海盆的水流和养分从头算了一遍。他给出的结论是，2009年到2010年那次极端的风场摆动，才是真正的转折点。而支撑它年年爆发的养分，主要来自热带大西洋自己的季节性垂直混合。季节性垂直混合听着专业，说白了就是海水上下翻个身，把深层的营养带到表层。在这套模型里，几条大河的输入，还有从撒哈拉吹过来的沙尘，都被排到了次要的位置。还有一派把重点放在赤道附近的上升流，也就是深层的水往上涌。这一派认为，上翻的水带上来的磷是关键的一环，再加上附着在藻体上的蓝细菌能自己固氮，也就是把空气里的氮变成能用的养分，两样凑在一起才撑得起这么大的量。三派各有各的证据，也各有各的漏洞。一派靠的是几十年的样品化验，一派靠的是模型复算，一派靠的是现场取样。取样的地方不一样，年份不一样，答案自然也不一样。而且这件事本身就难判，海上没有监控，营养一进了海就混在一起，很难再分出哪一份是从河里来的，哪一份是从深水翻上来的。研究者只能靠间接的办法，比如看藻体里氮的比例，比如把过去几十年的风河流重新算一遍，再拿结果去和卫星看到的对得上就多一分把握，对不上就得回去改模型。到今天，这笔养分账还在算，所以这更像一桩还没有结案的案子。而这类案子最有意思的部分，往往不是抓到谁，而是一个一个排除的过程。撒哈拉的沙尘曾经被当作头号嫌疑，因为它确实带着铁，也确实年年吹过大西洋。可它吹了几千年，为什么偏偏是这10几年？在不少模型里，它被排到了后面。水温升高听上去也很像答案，可热带大西洋的水一直都是暖的，光靠这一条解释不了为什么是2011年这个时间点。有人怀疑过是不是外来入侵，比如被船底或者压舱水带过去的。可它不是外来物种，它在大西洋待了几百万年，这条线一开始就断了。某一条大河也被单独点过名，可有的河根本在早带的下游，水流的方向对不上，只能从名单里划掉。海流改道、赤道太平洋那边的冷暖变化，某一年的雨季偏多，也都被拿来试过。可没有哪一条能单独把整件事扛下来，一个一个排下来，剩下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凶手，而是一整套同时到位的条件。一次异常的风把它送到了对的地方，一片本来就在变的海给了它足够的饭，还有一条一直在往下送东西的陆地。人类的那只手大概率也在里面，只是到目前为止，它更像是其中一只手，而不是全部。说的再直白一点，以前这片还有阳光没饭吃，现在既有阳光也有饭吃，而且是自助餐，随便吃。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。在条件特别好的时候，研究估算它的重量可以在10来天里翻1倍。10来天翻1倍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这个月看到的1片，下个月可能变成2片，再下个月是4片。当然，海上不会一直保持最好的条件，风会打散它，鱼会啃它，沉下去的也不少。可只要条件对上，它长起来的速度就远远超过所有人清理的速度。而且从某一年开始，它已经不需要老家再供货了。冬天，一部分藻会在赤道附近的海面上留下来，算是一份留底。等第2年春天，光照和养分一到位，它们又从那里开始往西北方向长。也就是说，这条带子已经能自己养活自己，它不再是一次外流的结果，而是一个每年自动重启的循环。现在把3件事放到一起看，它会飘，它会快速变多，而洋流还会不停把它送到新的地方。这3件事凑齐，结果就不再是一片海藻了，它变成了一条横跨大洋、会自己移动的生态系统。它有自己的居民，有自己的季节，有自己的路线，也有自己的终点站。而那些终点站往往就是别人的海岸。为什么偏偏是那几段海岸呢？因为风河流的方向就是那样。热带大西洋的表层水大体上自东向西走，一路走到南美北边，走到加勒比东侧，就撞上了陆地。撞上以后，早就没地方去了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对马尾藻自己也不是好事。它本来是远洋的东西，习惯干净的深水和不停的漂流，被推到浅水里，被压在沙滩上，它一样活不成。它不是来占领谁的，它只是被送到了这里，然后烂在这里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要问，海藻多了不是好事吗？这个问题必须老老实实回答。它会光合作用，能吸收2氧化碳。它飘在空旷的大洋上，本身就是一片难得的绿洲。刚出生的小海龟躲在它下面，能少被吃掉很多。马尾藻鱼
马尾藻蟹这些小东西一辈子就住在这上头，连身上的花纹都长成了它的样子，不看仔细根本分不出来。一般还认为大西洋两岸的鳗鱼要洄游到马尾藻海一带产卵，那片飘着的藻就是它们生命最开头的地方。开阔的大洋上本来什么都没有，正因为有它，才有一整条食物链挂在上面。就连远洋的渔民也知道，找到一条藻线往往就能找到鱼。所以话得说清楚，如果是正常数量的马尾藻，它确实是好东西。麻烦的是它太多了，多到一定程度以后，成片的马尾藻被洋流和风推到岸边，堆在浅水区，压在沙滩上，一层压着一层，然后开始腐烂。腐烂的第一件事是抢氧气。微生物分解这些海藻会大量消耗水里的氧，潜水本来换水就慢，氧一被抽走，跑不掉的鱼虾贝类就闷死在里面。会游的可以往外跑，可珊瑚跑不了，贝类跑不了，藏在礁缝里的小鱼也来不及跑。缺氧不是一下子铺满整片海，它是一块一块出现的，边界不清，位置还会挪。等人发现的时候，往往是先看到浮起来的东西。有些海湾在藻堆到岸之后，水会先变浑，再变黑，然后是一片安静。等藻清掉了，水看着也清了，可底下那一片要缓过来，还得再等上一段时间。常年在附近下网的人最清楚，同一片水，这几年捞上来的东西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。第二件事是遮光，厚厚一层藻盖在水面上，下面的阳光被挡住，海草床见不到光，会一片片退掉。珊瑚也开始出问题，而海草床和珊瑚恰恰是很多幼鱼的托儿所，上面被盖住，下面的托儿所就跟着它。更麻烦的是，海草床退掉容易，长回来很慢，有时候要好些年。珊瑚本来就已经在挨高温的打，再被捂上一层，就更难缓过来。第三件事是放气，烂到一定程度，马尾藻会释放硫化氢，就是那股臭鸡蛋味，同时还会放出氨，一点点，只是难闻。可当成千上万吨海藻一起烂在岸边的时候，那就不只是难闻的问题了。金属会被腐蚀，空调、冰箱、门窗上的五金会提前坏掉，人在里面待久了会头痛，会恶心，会喘不上气。有些人家把窗关死，还是挡不住，屋里的金属先有反应，门锁、栏杆、电器背后的接点颜色慢慢变暗，等味道散了，这些东西也回不去了。2018年，法属西印度群岛的2个岛马提尼克和瓜德罗普出现了很集中的健康问题。在8个月里，2个岛加起来录得超过11000宗与马尾藻腐烂气体急性接触有关的就诊记录，其中还有个别病例进了重症监护。而这2个岛的人口合起来也就80万上下。请注意口径，这说的是就诊记录，是急性接触，不是确诊了某一种病，也不是整个加勒比地区。可即便只算这2个岛，这个数字也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而受影响的名单还没完，刚孵出来的小海龟本该冲下海，结果被厚厚的藻堆挡在沙滩上，翻不过去。渔船的螺旋桨被缠住，网也下不去，出海一趟可能白跑。有的小船干脆停在岸边，等风向变，一等就是好几天。靠海吃饭的旅游业，一到旺季就得先清沙滩，清了又来，来了再清，清理的费用1年下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，而且是每年都要出的开支。旺季的清晨，有些海滩6点就开工，人先下去，用耙子把湿的那一层翻开，让底下的水漏一漏，晒一晒，装车运走，再回来。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歇一歇，下午接着干。到了傍晚，沙面看着是干净的，可退潮以后，新的一条褐色的线又贴着水边画了出来。第2天早上再来一遍。更尴尬的是，清理本身也有代价。重型机械开上沙滩，铲走的不只是海藻，还有沙子，产生了可能连埋在下面的海龟卵一起铲走。清出来的藻也不好处理，它带着盐，有时还带着一点重金属，不能直接当肥料，也不好随便填埋。有人想过把它变成资源，做成肥料、燃料、板材，也确实有一些小规模的尝试在做，可跟每年动辄几千万吨的量比起来，那点处理能力实在有限。也有人问，能不能干脆在海上就把它拦下来？可那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海面，拦网要多长？油钱谁出？何况网一下去，被拦住的不会只有藻，跟着它一起生活的那些小东西也一样跑不掉。所以再回头看这条9000公里的东西，它就不是海上长了好多草这么简单，它开始影响海岸，影响渔业，影响旅游，影响那些本来靠它活着的动物，甚至直接影响住在附近的人。一个在大洋中央安静漂了几百年的东西，如今成了很多海岸每年都要面对的一件麻烦事。可真正让人觉得这件事不对劲的，还不是大西洋，而是当研究人员把卫星对准整个地球以后，他们发现好像不止这里在涨。有一项研究用人工智能判读了大约120万张卫星影像，时间从2003年一路看到2022年，覆盖了10几个海区，还有好几类漂浮的大型藻。这么大的量，
靠人一张一张看是看不完的，只能交给机器去认。结果在太平洋、大西洋、印度洋都找到了大范围的漂浮藻类。这20年里，出现过这类藻的海域加起来，大约有4380万平方公里，差不多相当于全球海洋表面的1/2。这里必须说清楚，这不是说有1/2的海洋同时铺满了海藻，而是说它们出现过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到了这个程度。这2句话的差别很大，不能混着讲。还有一点也得说在前面，卫星看到的只是表层，藻一沉下去就看不见了，云一多，那几天的图也用不上，薄的、散的、被浪打碎的，很多都会被漏掉。所以这类数字通常是一个偏保守的下限，而不是一笔精确的总账。真实的量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更关键的是趋势，热带大西洋的大型藻类在扩张，西太平洋的大型藻类也在扩张，2个相隔半个地球的海区方向是一样的，这就很难用一句巧合来解释了。研究人员甚至提出了一种猜想，全球海洋可能正在发生一次生态状态的转变。生态状态转变听着抽象，意思就是整个系统换了一种活法，它变得越来越适合大型藻类，而不再是原来那副样子。这种是最让人不安的地方在于，系统一旦换了活法，往往不太容易换回来。营养已经进了海，不会自己退回陆地。海水的分层、洋流的路线，也不是说改就能改。而且这种事并不只发生在远海，黄海也有一条属于自己的绿带。每年夏天，大量虎台顺着风河流往北推，最后扑到山东沿岸，远看是一整片的绿。2008年那次，为了赶在一场海上赛事之前把海面清出来，沿岸出动了大量的船只和人力取捞。可是往前数几年，这件事几乎没有发生过。同样是10几20年，同样是从几乎没有到年年都来，同样它的成因到今天也还在争论。有研究把源头指向沿岸的养殖设施，也有研究更强调岸上留下来的营养。再往北看，波罗的海每年夏天也会浮起大片的蓝藻，那里的季节性缺氧区已经被人盯了几十年。这几年还有一些海域被陆续爆出类似的情况，规模有大有小，起因也各不相同，几片海、几种藻、几套说法，可故事的形状是同一个，先是几乎没有，然后是偶尔一次，再然后是年年都来，最后变成一件要专门设岗去管的事。那下一个问题就来了，未来会不会每个大洋都长出属于自己的那条9000公里？或者说，会不会在某一天，我们回头去翻这20年的卫星图，发现真正的转折点其实早就过去了？如果只是某一种海藻跑错了地方，那我们研究这一种海藻就够了。它的脾气，它的路线，它怕什么，摸清楚了就能对付。可如果背后是一整套正在变化的海洋环境，那今天这条马尾藻带可能只是我们最先看见的一个结果，而不是唯一的一个。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，先是生命暴增，然后大量死亡，最后反而越来越缺氧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？因为地球好像真的走过类似的一条路。大约3亿7200万年前，陆地上的植物开始大规模扩张，根系往下扎，把土壤翻得更碎、更深，大量的磷被雨水和河流带进海洋，海里的生物随之暴增。等这些生物死掉，分解它们的过程又消耗掉大量的氧，最后出现的是长时间、大范围的海洋缺氧。而且那不是一次就完，是一阵一阵的反复，隔一段时间来一轮。今天在一些岩层里还能看到那几段黑得发亮的沉积，那是缺氧留下的记号。因为水里没有氧，落下去的有机物没被彻底分解，就那么攒了下来，一层一层压成了黑色的石头。人是先看到这些石头，才反推出当年海里发生过什么的。那段时间正好赶上晚泥盆纪的一次大灭绝，海里很多类群就此消失，再也没有回来。当然，今天远没到那个程度。那件事横跨的时间尺度比今天长了好几个数量级，几十万年尺度上的事不能直接拿来比10几年。何况那时候的大陆位置、大气成分、海里的生物组成和今天都不一样，所以那条路只能当一条参考线，不能当一张对照表。而且这条因果链本身也只是主流假说之一，不是定论。学界到现在还在补证据，也还有人不同意，所以它不能当预言用。可问题是，今天全球越来越多的大型藻华确实在重复同一条链，营养变多，疯狂生长，大量死亡，消耗氧气，链条是一样的，只是时间被压短了，压到了我们自己能看见的长度里。以前这种事要靠石头去读，现在靠卫星就能看。如果它继续扩大呢？海洋会不会重新走向一次大范围的缺氧？没人知道。所以这条9000公里的马尾藻，真正值得关注的点，可能不是它还能长多大，而是它到底只是一次异常，还是某种更大变化的开始。我是拆解天象密码，咱们下个世界见。